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5号，欢迎来到美股周末漫谈。欢迎大家订阅、转发、评论，让你我的交易之路不再孤单。我们在今天进行周复盘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篇禅师写于2007年6月18号的一篇文章，这只是截取了其中一部分。文章的名字叫《看待当下资本市场必须具有的基本智慧》。4. 资本化生存给任何人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在实体经济层面，一个人要成功获得商业利益，必须精通各种社会关系，花大量的时间于其中折腾。而在资本化生存的虚拟经济中，给任何人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一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独立去战胜市场，这种可能性大为增加。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一个人是否成功，完全可以更多的依靠个人的修养与修为，而不用看任何人的面色，甚至与年龄、体力、性别都不再密切相关。在资本化生存的虚拟经济中，世界更加平面了，任何人与成功与失败的距离都更加短了。一个所谓的成功者，完全可以在下一秒就成为一个失败者。任何级别的财富在虚拟经济资本市场中都不值得一提，而虚拟经济资本市场的发展现实超越了所有旧有理论。如何打破旧观念，创造新观念，让理论为现实服务而不是相反，则是市场发展留下的一个全新课题。而对于个人来说，一个全新的机会，一个全新的市场，一切都将被全新定义。当然，这里有所谓的领跑者，但这些人与失败的距离并不比任何一个所谓落后者与成功的距离更远，而这个距离由每个人的贪婪、恐惧与智慧相关。看完这段话之后，大家有没有一种心潮澎湃的一种感觉？禅师很好的给大家阐释了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想达到财富自由的可能性。你想于市场自由，想于财富自由，这是一个机会，但是能否得到这个机会，能否抓住这个机会，能否实现你的愿望，那么都在你个人。我的这个频道呢，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我个人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梳理，因为经过这么10几年的一个学习之后，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思维可能并不太清晰，有很多死角。所以说通过这个频道的一个解盘以及周复盘，能够给我自己很好的达到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一个思维的一个梳理过程。但是很多时候对很多新朋友，尤其是没有接触过禅论，没有接触过这个套理论的朋友来说并不太友好，因为我很多时候只是给一个结论，具体它背后的原因，因为并涉及到时间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去解释。所以说机会在你眼前了，但是能否拿到它是你需要你个人的努力，你个人的时间投入，精力的投入。毕竟禅论这个理论它还是稍微有一点门槛的，所以说你如果想更好的学习这套理论，需要你个人的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努力。所以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好的，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下周的经济日历方面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首先呢是周二和周三的这个联储主席的听证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再就是周四的这个劳工数据以及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毕竟在3月底的这个马上又要有联储的利率决议了，所以说这个非农数据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顶分型和底分型的几种形态。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说过这个底分型的几种形态，我们今天看一下顶分型的几种形态，有最强的以及较弱的。我们看一下最强的话，就是第3元素和第2元素之间有一个跳空缺口，然后第3元素的低点又突破了第1元素的低点。较强的话就是没有跳空缺口，一般的话就是第3元素没有突破第1元素的低点。较弱的话就是第3元素还远远没有触及第1元素的低点。那么我们就记住这几种形态，因为等一下我们在复盘的时候会多处提到这几种形态。通过这种强弱表达，你就知道它之后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种延续性，主要是考察延续性。强的走势出现强的顶分型，最强走势的话，那么它的延续性就会更好。出现较弱的话，那么它向下延续出一笔的可能性就较低，只有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说我们说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就看一下标普指数以及特斯拉的一个情况。这是标普月线图，大家看，这是月线的一个周期。首先呢，在月线这个周期上，我们就能看到本月的这根 K 线呢，跟上一个这个 K 线已经出现了顶分型了。这最后这3根 K 线已经出现了顶分型了。第3个元素跌破了第2元素的低点，但是还远没有触及第1元素的低点，大家看到了吗？这是第1元素的低点的位置，但是这已经形成了一笔，然后出现了顶分型，但是呢，这是一种较弱的顶分型，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较弱的形态，最后一种较弱形态，这是在月线上，它能否延续出一笔呢？可能性比较低，有可能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有可能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但是我们只是根据它的顶分型，目前因为这个月的刚刚开始嘛，如果这个月延续出一个较强的顶分型之后，我们也会持续跟踪，所以说就要关注这个月顶分的这个第1元素的最低点这个位置了，对吧？这就很清晰的告诉我们需要关注什么了。所以我们期望的是这个月能够突破上一个月的高点，然后出现一个，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中继的一个顶分型的一个形态了。那样的话，这就变成一个中继的一个顶分型，然后上面再延续出来一根，那就下个月。如果这个月不能够突破的话，那就看下个月能不能突破中间这个 K 线的这个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在4155附近。所以说从月线上的话，就能给到我们很多的信息了。通过单单是通过一个顶分型就能分析出很多东西来。好的，那么从月线上我们就关注本月第一能否突破第2元素的高点，也就是4195这个高点。不能突破的话，它如果往下走的话，那就关注第1元素的低点，也就是3794这个位置。所以说有2个具体的位置给到我们去观察。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的话，前期的这个大的通道啊，这个大的通道，大家看，现在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类似像一个突破通道。有点像是从3491这里一个突破通道，然后一个回踩的一个状态，像不像？如果这种形态，如果真能够符合这种形态的话，那么后期的上涨的话就比较厉害了，那就真正出现了一个转折了。也就是说，从高点下来这个4818下来这段可以结束了，然后就完全开启了另外一段走势了。但是后期是怎样的话，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说只是现在在形态上给到我们这种一个突破，然后一个回踩的一个状态，这是在周线上。还有就是说，从4195下来，这虽然说已经有5根 K 线了，但问题是呢，它中间有2根 K 线呢，这有2根 K 线，它有包含关系，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变成了只有4根了。所以说，严格按照定义的话，它是不满足向下一笔的。严格按照定义，这里不满足向下一笔，但是理论定义是一方面，你实际使用是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先把它当笔用，因为它满足了5根 K 线，也就是说满足了最低周期。然后呢，它的1小时周期的话，你经过递归的话，也能够递归出来，在1小时周期上是有趋势的。那么的话，你可以暂定当笔用。当笔用的话，那么就是说，前期是一个盘整下，那么我这里期待的话是一个线段上，也就是一笔上一笔下再一笔上，那么就构成了一个线段了，就满足了这么一个模型了。一个盘整下对应一个线段上，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种理论模式。所以说可以当笔用这里。如果你不把当笔用的话，那么它这里还只是周线上一笔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于我们分析来讲，只不过就是说它在日线上是有这么一个中枢的，对吧？这里在日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呢，现在还是延续这个周线一笔，周线这一笔结束的前提是向下笔，老笔死亡的前提是新笔生成。如果按照严格定义不满足一笔的话，那么它老笔还没有死亡，就是说前期这个老笔还没有死亡，还可以继续延续。
所以说分析上来说影响并不大，只不过你给到我们一个成比和不成比，给到你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之后的一个走势，是继续延续1比上，还是说能够延续出什么呢？延续出3比的一个上，就这么一个区别，就是说它是因为你在周线上出现3比上和周线上1比上，它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区别。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在日线上信息就更多了。首先呢，就是我们跟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个趋势线，就这根趋势线，从3491上来这根趋势线，3491上来这根趋势线呢，现在是在这个趋势线上方。周五的这个很大力度的这个上涨，已经在这个趋势线上方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站上去。有效站上一根趋势线需要至少3个交易日。那么如果再有2个交易日都在这个趋势线上方的话，那就宣告又回到这个趋势里面去了，那说明还要延续这个趋势的一个上升。所以说这是一个对多头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还有就是说，大家看，在周4的这个下跌啊，一直是这个西方交易员特别喜欢用的这根均线叫200均线。周4的这个下跌是踩在这个200均线之上，然后出现这么一个有力度的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底分型，这就是我跟大家刚才看的那个非常强势的底分型。也就是说，这4根 K 线构成的这个底分型带缺口，然后呢，第3元素又非常强势的超过了第1元素的高点，所以说它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底分型。出现了这么一种模型，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的带缺口，然后又强势突破第1元素的高点，所以说它之后延续出1比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也就是说，它后期再走出至少再走出3根阳线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所以说这个底分型就告诉我们，它之后延续性能够延续它目前的涨势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只要不破坏这个底分型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只要不跌破第2元素这个低点的话，只要不跌破第2元素低点，那么它都有可能延续出1比来。所以说，那么而且现在在日线上，我把这个围绕这个中枢的这几段都画出来。现在在日线上是有这么一个中枢的，然后它有进入段了，对吧？它有一段进入段。然后这是有3比构成的这个中枢，现在我们期望它能打出去，从这里能够强势打出去作为离开段，那么它有了进入段，然后有了这个3比的一个构成，然后又出现一个离开段，那这个在日线上这一笔的从3491上来的这一笔，也就是在月线上在周线上的一笔的话，那么内部是相对来说比较饱满的。所谓饱满就是说进入段也有，离开段也有，然后中枢的构件满足3比，那么这算一个饱满的一个走势，说明你调整的比较充分，那么也完成了也满足了周线上这一笔的结束。所以说我们期望能够从3900这个位置作为一个拐点，就是这里作为一个拐点，就是离开段的一个出现。所以说这个位置是比较关键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小时周期上，在小时周期的话，大家首先能够看到2根一根是实体的这个线，还有一个是带虚线的这个线。之所以有这个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个人在使用上，如果是就是说从4195前期已经结束了。如果前期结束的话，那么我在这里就会画一条实线来代表，从这里分割，就不看前面了，就不看4195前面这些，只看它后面这些。但是这里画曲线呢，画曲线的原因是这里从3928这里只能是暂定为从这里往上走，也可以说是4195往下的这段没有结束，就是说向下的这段结束还没有完全证实，还没有完全能够证明它已经结束。因为图形上它结束的前提是什么呢？它结束的前提是3928上去这段满足1比才可以，目前还没有，但是有这个雏形了，这里只有这个雏形，
所以说我画的是曲线。这个的好处就是能够让你在分析本级别的同时，你能够很快的意识到在上一个级别是个什么状态。你一定在分析小时周期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它的变化，它会在上一个周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时时刻刻心里一共至少要有2个周期，本周期以及上一个周期。如果更强一点的话，也可以联想它的下一个周期。也就是说15分钟或者5分钟一个周期是一个什么状态，所以说是它的这个利用这个曲线道要多级别联立的考虑问题，最少有3层类似3层滤网。如果是用日线做上一个周期的话，本周期是小时周期的话，那么你就是日60分钟，然后是15分钟或者是5分钟，所以说你有3层滤网给到你，每一个周期你都要注意它们的关联的关系。那么在小时周期的话，如果我们用中枢分析的话，上面有一个中枢，下面形成了一个中枢，目前针对第2个中枢它还没有出现300或者3脉，针对第2个中枢还没有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期望在没有出现300脉之前，那它就是延续中枢震荡，你就中枢震荡就完了。在中枢震荡上方力度减弱的时候，你就减仓或者做空；在力度震荡在中枢下方的时候，力度减弱的时候，你就做多，或者说是把你的做空的那个仓位 cover 掉，就这么简单的。只要没出现3买或者是3卖，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策略。好的，我们总结一下标普指数的一个情况。首先，在月线上已经出现了顶分型，但是根据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强弱的那个图形的话，现在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顶分型，希望它这里只是一个中继顶分型，然后能够继续向上升。在周线的话，现在是还在这个通道线的上方，期望的是现在是一个回踩之后能够继续延续这个力度往上走。如果满足这个向上突破趋势线，然后一个回踩趋势线这种模型的话，只是有这种预期。然后到日线上的话，现在暂定已经出现了这个中枢了，这里已经出现了中枢了。然后我们期望的是这里是进入段，然后我们期望这里出现离开段打出去。一般呢，离开段如果想针对那个进入段没有背驰的话，它打出去的力度一定很强的。它如果是很没有力度的这种上去的话，那么还会被拉回来的。它只是一段想脱离这个中枢的一段又被拉了回来，所以说想离开这个中枢的话，这个力度一定要强。所以说如果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很快就能发现的。像这种每天这个大阳线都是类似光头光脚的这么一个K 线的话，那么能够打出去的可能性就非常高。所以说，然后 MACD 又很快要上到0轴以上了，这也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迹象。再回到小时周期上的话，那就是目前还是围绕3970到3997之间这么一个中枢震荡。那么策略就是很简单了，如果上去的力度减弱了，你就减仓或者是做空。但是因为它前期已经有一个中枢了，现在已经是第2个中枢了。其实在第2个中枢的时候是不建议去做空的，而是找机会做多。毕竟有2个中枢之后结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出现300的话，那就更要注意了。好的，我们对标普500的分析已经比较全比较细了。我们看一下特斯拉是个什么情况。我们也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大周期线，这是特斯拉的一个月线。在特斯拉的月线上，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一个底分型的一个出现，对吧？这个底分型已经出现了。然后呢，这个底分型根据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几种底分型的强弱分析的话，它第一是没有跳空缺口的，对吧？没有跳空缺口，但是呢，它的第三元素的高点又突破了第一元素的高点，这是第一元素的高点的位置，对吧？这是很清晰的。所以说它是一种较强的一种底分型。所以说较强的底分型，那么它能够在月线上延续出一笔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那肯定比那个一般的那种底分型强。
一般的底分型就是说第三元素在这个第三元素在第一元素的高点之下，所以说这个从月线上单单看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就是在月线上。然后这个月线的 MACD 呢，也有点这个快慢线，很快如果能够拉回零轴，在这里停顿一下的话是比较好的。一般都是上升一段，然后拉回零轴，然后还有一段上升。所以说，如果 MACD 也能够走出这种类似形态的话，那么出现一笔的可能性概率就非常大了。我们看一下周线，在周线上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顶分型，但是呢，这个顶分型跟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个顶分型，就是在我们的那个 Slides PowerPoint 里面那一样，它这个顶分型呢是一个很弱的一个顶分型，也就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顶分型，现在它这个顶分型啊是由1、2、3、4、5根 K 线组合的一个顶分型，因为它上面有3根 K 线有包含关系，其中3根 K 线包含处理之后呢，就变成了这种形态。我给大家画一下，首先这是第一元素，包含处理之后出现了第二元素，然后这是第三元素，其中第一、二元素是由3根 K 线包含处理之后的，但是呢，第三元素的低点没有跌破第一元素的低点，然后也没有那个跳空缺口出现，所以说这个顶分型是一个较弱的一个底分型，一个较弱的底分型延续出一笔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也期望它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这样的话，那从101.8上来的这一笔还没有结束，所以说它能够回到233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或者说即使不能回到233以上的话，那么再次突破217.65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也有可能是下一周啊，或者说是下几周，就是有可能刚好突破217.65，那么就立刻就结束，然后突破了217.65又没有到233.33，那也是完全可以的，说明这也完全满足了一笔的一个上升，完全满足了周线上一笔上升，然后又没有进入233.33，那么还是一个三脉的位置。对于上面这个中枢的话，还是一个三脉的位置，然后又满足了这个中继顶分型，然后出现一个真正的一个顶分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心里或者通过我们这个推演，一定要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知道它还是会出现一个三脉的一个情况，周线三脉，然后向下还会再走一段的，会走一笔，也就是周线的一笔。那周线的一笔，那就看它的力度了。如果周线下杀的很快的话，也就是在下周或者说之后的这个季度，因为它是周线上嘛，如果出现下杀一笔的话，需要最少5周啊，对吧？至少1、2个月的时间呢。那么能够给到我们很多时间去观察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杀的力度很慢的话，那么破掉101.8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那就是周线上2买的位置了，那就是更美的一个加仓的一个位置了。如果真的出现周线2买的位置的话，所以说首先要观察能否出现三脉的位置，然后三脉你可以去，因为它是周线的一个三脉吧，那么它下降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可以去做空的，或者说你就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做空的，你就减仓就完了，多减一点，然后等待一个2买的位置进场，能够加更多。能加的前提呢，第一就是它不能跌破101.8，第二呢，它在今后的4、5周的时间之内，它的那个回踩要是那种慢的那种状态才可以，也就是日线上不能有快杀，日线上不能出现这种奔走中枢的情形，一定是日线出现那种带中枢的那种下跌，这种盘旋下跌的可能性，那么它出现在周线上这种2买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说在之后我们会去慢慢跟踪它的。首先就是要看它出现周线三脉的位置。好的，那么在周线上我们就得到了很多信息了。其实，我们再看一下日线。日线上呢，如果说是结合前面这个中枢的话，因为前面还有一个中枢，如果按照中枢来分析的话，前面这里是有一个很窄幅的一个中枢的，现在只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然后现在是在中枢下方，然后其实就是先看这个中枢能否脱离这个中枢的纠缠，想要脱离这个中枢的纠缠呢，那么从186上来这段一定要快走，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前期啊101.8上来这段力度太强了，
上来太强了，在1小时周期上只有一个中枢，然后它之后走的都是奔走中枢的状态，特别强的一个状态，这就造成了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比如这段算 A 段的话，后面这段算 C 段的话，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C 段如果不能够特别有力度的这种往上走，也是这种奔走中枢往上走的话，那么就 C 段就很容易出现针对 A 段很容易出现背驰，明白吧？就是 C 段如果不能很有力度打出去的话，很容易出现背驰，针对 A 段出现背驰，那么可能刚刚突破217.65就结束了，可能刚刚突破这个小高点，前期小高点它就结束了，那么就出现了一个3笔的一个上升，就是从102.8出现一个3笔的一个上升，可能刚突破217.65就完事儿了，那么就完成了在周线上一笔的一模式。换一个颜色，那么这3笔就完成了一个在周线上一笔的一个模型了，就非常满足这个状态。所以说从186.01上去，我们要关注它突破217.65的时候的一个那个强弱状态。如果是很强往上走的话，那就跟踪它内部1小时周期是否出现背驰。首先是小时周期出现背驰，小时周期出现背驰之后，然后看它是否突破了217.65，如果没有突破217.65就出现背驰的话，那么就那就继续延续这个载幅的这个中枢震荡，如果是突破了217.65之后才出现了背驰的话，那么还是要，如果突破了217.65，然后呢，这个 MACD 不能够，尤其是快慢线不能够超过前面这个快慢线的高点的话，那它也是出现背驰的。然后你看上方在220这个左右，看这里220这个位置有一条均线，也就是日线的200均线，那么又是一个压力位。200呢又在这个217.65上面，所以说这个几个因素的重叠就告诉我们了，220是成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又在217.65上面，对吧？所以说如果到了220附近，或者说在它之下，如果小时周期不能够很有力度往上走的话，那么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周线上上来这笔要结束喽，那么你就要多减一点，期待着它能够有这么一个回踩。具体回踩到哪里的话，那也很简单，我们就用斐波那契去跟踪它就好了，对吧？假设我们从101.8，然后到200这个位置，我们拉一个斐波那契，然后就有到3个位置，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用这3个位置去跟踪它具体回踩的位置，那这就简单了。所以说就在下一周以及之后的1-2周，我们就看它能不能到220之后会出现一个背驰与否，那么在日线上就能够很好的去跟踪它。我们再看一下小时周期，在小时周期的话也是一样的，我这里有实线和虚线，实线代表的是前面这个已经结束了，然后从虚线这里呢，只是暂定这里可以从这里出现一个 A0， 出现一个拐点。那么这是一种分析方式，就是同级别分解。所谓缠论里面同级别分解就是一段一段分解，前面一段走势结束了，我们就不看它了，就看后面这段。现在后面这段只是暂定这里能够出现一个向上走，但是呢，也可以是利用这个中枢这个位置，我们这里不是还有个中枢吗？对吧？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围绕这个中枢震荡，直到它出现9段，现在还没有满足这个9段。如果出现9段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选择方向，这个因为出现9段之后，它的级别就大了，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出现9段，没有出现9段之前又没有出现3买3卖，如果能够强势往上走，或者说它往下走，也可以出现一个下跌，然后一个反弹确认，但是有中枢的这2个位置，192.8到205.1之间，这个中枢给到我们观察，所以说只要没有3买3卖出现之前，那么就是延续中枢震荡，其实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中枢震荡可以是任意位置，所以说你要去通过更小的周期，比如说5分钟、15分钟去观察它的这一笔，尤其是比如打个比方，186.01到200.47这一段，它是否结束了？你要去看
5分钟或15分钟更低的级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达？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里，看一下5分钟。我把那个1小时这个周期用亮笔先高亮一下，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等一下要观察这一段，对吧？我们看一下5分钟，这是我们刚才高亮的这段。然后呢，在5分钟上，大家能够清晰看到下边已经有一个箱体了，对吧？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在周5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它是在这个位置。在周5大家分析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当时就说了，大家看这里是从这个起涨点是一个奔走中枢，是1、2、3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时是第4浪下跌，然后是第5浪。我当时说了，5浪一般都是尾段，所以说出现5浪之后呢，然后它会在这里盘整出来一个中枢。当时是按照两中枢的一个计划的，但是周5收盘之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它出现了第5浪之后，后期的一个 ABC 调整的话，你也可以看成是一个3浪上升，也可以是看成前面不是已经有1、2、3、4，可以前期是看成一个1、2、3上升，然后呢后面是一个反向的一个5浪，可以是一个 ABC 上升，或者说1、2、3上升，也可以是 ABC 上升，然后一个反向5浪。因为呢，第3浪呢现在是比第1浪大，现在这是3浪，这是1浪，3浪下跌比第1浪大，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一笔呀，比200.47到198.93这一笔的力度大很多，而且没有背驰的，所以说在5分钟上，这是在5分钟上。所以说3可以继续向下延续，直到它内部出现背驰之后，那么它会就有4浪反弹，这是5分钟上注意了。5分钟上一个4浪反弹之后，如果力度不能碰到1浪的底端，还有一个5浪下跌，这就在5分钟上你就能很细的规划出来，你什么位置应该进。所以说有4浪反弹的时候不要着急，看它能不能够碰到1浪那个底，如果能够碰到的话，那么还要往上看看能不能去往上升，能不能够突破2浪反弹这个高点。那这是最好的，如果能突破5分钟上能够突破这个2浪小反弹的高点，也就是这个位置，突破这个位置的话，它一个回踩，那相当于5分钟上一个2买的位置，就针对这个前期是一个5分钟上2买的位置，那么它可以往上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场加仓的位置，或者说是往下走的话，也是一样的。它上去4浪反弹不能够碰到1浪下跌这个底的话，那么还要有5浪下跌。那有5浪下跌的话，你就要关注它跌破这个3浪这个底的位置。跌破如果说一个没有力度跌破，要是出现背驰的话，去看 MACD 的一个配合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5浪的一个小回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场位、加仓位，跟这个5浪这个位置是类似的，只不过反过来而已。所以说在5分钟上就有一个很精细的一个规划了。好的，我们简单也对特斯拉做一个总结。首先在月线上出现了一个月的较强的一个底分型，那么在月线上只要不跌破101.8的话，那么就期望它能够延续出月线一笔来。在周线上的话，周线上现在目前这个顶分型呢是一个较弱的顶分型，所以我们期望的是这是周线上。周线上出现一个较弱的顶分型，如果是下一周或者说之后的1、2周能够突破217.65，但是呢，如果又不进入233之上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周线的一个3卖的位置。那么周线3卖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多减一点，对做多的朋友多减点，期待它能够再下来，或者你去做空也可以，因为周线向下的话，那空间还是有的，你也可以去做空它，然后期待能够一个之后的回踩就看它位置，我们可以通过斐波那契，对吧？刚才我们在日线上测的是一样的，有几个位置给到我们观察。好的，在日线上也是一样，如果突破了217.65的话，又到了220附近，因为220在这个200均线附近，所以说220的话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阻力位。如果到了220，又突破了217.65，那么就在周线上形成了一笔。那么就看它的回踩有几个位置给到我们的观察，这就很清晰了。
在小时周期的话，那就也是一样的，因为毕竟有一个中枢给到我们了，有中枢就很简单了，你就看它在中枢的位置是在上方还是在下方还是在中间，不同的位置代表了它的这个力度表达。然后想看它是否出现拐点了，那就看它更小的周期，就是5分钟、15分钟。在5分钟上的话，那也很清晰，在5分钟上来这的话，已经可以完成了，就是说从186上来到200.47这段可以结束了，因为它完全满足它结束的条件，有中枢又有300，完全可以从这里拐点。唯一的现在就要确认的就是从200.47向下能否延续出一笔。密线目前在周线上，它现在只有，我看一下，如果刨除掉那个，因为周线有那个重合关系嘛，你通过处理之后，包含处理之后，只有3根 K 线，所以说周线上还不满足向下一笔。那新笔不能生成，那么老笔就没有结束。所以说186.01现在还不能够判断是否结束，只有出现新笔之后才能判断结束。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周末不烦就到这里了，再见。